外界而言啊，北朝鮮始終是一個謎，它孤立封閉，可是卻又從不缺乏存在感。在層層鐵幕與制裁之中，這個國家依然高舉旗幟，舉行盛大的閱兵，唱着頌歌，宣誓忠誠。영광스러운 조선노동당 창건 야둔들 만세! 這是2025年10月呀，為了紀念朝鮮勞動黨成立80周年的一次大規模閱兵式。雖然沒有具體說明，但是領導人金正恩在講話中表示，他的軍隊應該繼續發展成為一支無敵的力量，摧毀一切威脅。而就在這一年的2月，這個全世界最封閉的國家罕見的再次打開國門對外開放，讓外國遊客得以再次入境。從打建國以來，朝鮮始終奉行極端保守的政策，尤其是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後，這種保守主義更加劇烈。朝鮮是全世界第一個在新冠疫情初期完全封鎖國境、切斷和外界聯繫的國家，並且從此以後長達5年多的時間不允許任何西方人士入境，直到2025年2月才首次破例，讓13位西方遊客進入國境，展開了一次受到嚴格管控的旅程。這個小型旅遊團的遊客主要來自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還有奧地利、意大利和希臘。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自媒體博主，他們都是從中國邊境以陸路方式進入朝鮮，開始短暫旅行，而開放的地點卻是僅限於朝鮮東北角，臨近中俄邊境，在三國交界點的一座小城羅先。時隔5年限定開放，然而在僅幾周之後，這扇剛剛打開的國門再度被關閉。2025年3月初，朝鮮宣布再次無限期停止接待西方遊客，重新回到過去那種極度封閉的孤立狀態，包括以中國人為主的遊客旅行團同樣被拒之門外。關於什麼時候開放，或者會不會重新允許西方人入境，到目前為止朝鮮政府沒有對外發布任何進一步的消息或說明。這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哪些可以追溯的歷史？本着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原則，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有關北朝鮮的旅遊破產計劃。 나에게는 여러분 모두가 너무도 고맙고 소중합니다. 여러분들이 당 창건 여든돌 행사를 최상 최대의 축제로 장식해준 데에 대하여 당 중앙위원회와 공화국정부를 대표해서 다시 한번衷심으로 감사를 드립니다.北朝鮮或者北韓全稱是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在地理上南邊是韓國，北邊和中國、俄羅斯接壤。因為種種原因，我們都知道俄羅斯和北朝鮮的政治關係在最近幾年越來越緊密，所以大概從2024年2月起，朝鮮開始允許俄羅斯公民以觀光的身份訪問，俄羅斯人就這樣成了朝鮮從2020年初封國以來第一批，也是迄今為止唯一被廣泛接納的外國遊客。即便是這樣，真正前往北朝鮮的俄羅斯遊客其實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少得可憐。根據有關統計說整個2024年實際到訪朝鮮的俄羅斯遊客不到900名，到了2025年呢，這個人數似乎也沒有明顯增加。對於一座城市或者是一個國家來說這點人數所帶來的創收是杯水車薪，約等同於疫情以後就幾乎沒有人到這兒觀光旅遊。可是如果了解一下北朝鮮在最近
為了吸引觀光客做了哪些努力，這一切又會顯得十分詭異。就在新冠疫情封鎖國門以後啊，朝鮮在旅遊業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明显是希望重新開放以後能吸引來大量遊客。根據 NK News 在2025年6月的一份報告，北朝鮮在白頭山南面三池原市啟動了一個大型滑雪場工程。衛星圖像顯示，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已經有3條滑雪道被開闢出來。有關這個事兒，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一次視察的時候呢，還專門強調說，這個滑雪場要在2年內完工，吸引外國遊客，尤其是中國遊客，以此振興朝鮮的旅遊產業。白頭山啊，中國的叫法是長白山，三池原是金家的發源地，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象徵着金氏家族在北朝鮮不可动搖的世襲統治地位。這個地區往西是白山和通化，往北是延吉，緊挨着中國吉林。所以在建設這個滑雪場的同時，他們還建了新的機場和火車站。目前的現狀是可能因為資金短缺，工程進度受到一定影響，將來的實際運營前景也存在比較大的不確定性。除了這麼個大型滑雪度假村，朝鮮還在東海岸的元山興建了一個更加龐大的海灘度假區，沿着長達5公里的海灘蓋了大約150家不同風格的酒店，以及眾多的餐廳和娛樂設施。元山的這個度假區啊，已經在2025年7月正式開放，主要面向的呢是朝鮮國內民众以及經過嚴格筛選的俄羅斯旅行团，規模龐大，領導人金正恩親自參與設計，但是目前的現狀並不樂觀。根據2025年9月的衛星影像分析，在短暫的夏季營運過後，這片旅遊區停車場幾乎沒有車輛，外國遊客更是寥寥可數。朝鮮官方高調宣傳，然而 CNN 等等媒體報道指出，這個元山葛麻海岸度假村遊客是異常稀少。旅遊業一直受到朝鮮官方的重視，因為這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合法創匯的方式之一。聯合國的制裁一直都在，但是旅遊呢是很少觸及的一項產業。然而新冠疫情成了特大號的分水嶺。2018和2019這2年，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旅客，朝鮮單是旅遊這一項就賺到了數以億計的美金。轉眼呢，疫情來了，這個情況來了個180度的大逆轉，數據是直線下滑，旅遊業玩不轉了。不僅錢沒賺到，為了營建全新的旅遊區，還額外搭進去好幾十億。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可能還為時尚早，但是至少目前形勢並不明朗。那麼問題也來了，既然明知道旅遊業是有利可圖的，為什麼朝鮮在過去幾十年時間裡會讓自己幾乎完全和外界隔絕呢？2025年短暫開放國門，其中還包括少數的西方遊客，明顯是想要宣傳，可是這個政策又說變就變。現在是即便有誰想親自去看看，也沒法踏上那片土地。儘管目前的朝鮮以極度的閉塞著稱，但是它並非一直如此。如果翻開北韓旅遊業的歷史，大概是全世界的所有國家中最為離奇且有趣的一個。在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期間啊，北朝鮮的首都平壤幾乎在戰火中被徹底摧毀。戰後呢，在蘇聯和中國的協助下，很快得以重建。平壤呢，在廢墟中又重新站了起來。一直到1980年以前，平壤只有3家酒店，來訪的外國旅客數量是極為稀少。這種情況在1980年代開始出現變化。為什麼出現變化呢？這個時候的朝鮮政府啊，決定發展旅遊業，把旅遊觀光作為一項重要的經濟策略，這是一條來錢的道道。
這個轉變啊，主要是平壤獲選成為了1989年世界青年與學生節的主办城市。这个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这是一个不定期舉辦的國際性青年活動。在冷戰期間，主要是由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主辦，對抗西方世界，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平壤獲選以後，為了迎接這波巨大流量，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國力，平壤必須在短時間內大幅升級幾乎不存在的旅遊基礎設施。為了達成目標，不掉鏈子，計劃在平壤興建3家大型酒店，其中最知名、最能體現宏偉和野心的，就是當時規劃中的柳京飯店。我們看，這是一張拍攝於2015年平壤市區的遠景圖，遠處最高那個三角尖頂的建築物就是柳京飯店。這個呢是一個稍微近點的圖片，可以看到和周圍的這個樓群相比啊，柳京飯店的造型相當獨特。這是2012年拍攝的正面圖，好像還在建設，沒有完工的樣子。兩邊的道路空曠，車輛行人比較稀少。柳京飯店於1987年動工，原定計劃是2年內完工，這樣呢就剛好趕上1989年的節慶。這棟建築規劃高度達到了330米，如果能夠按期完工，將會成為當時全球最高的酒店，超越新加坡的紀錄保持者，並且將是北朝鮮最為醒目的地標，同時呢，也是金家政權希望向世界展示的一個首都象徵。根據當時的規劃顯示，這個柳京飯店將有超過100層樓，大約3000間客房，以至於在施工期間還沒蓋好，這棟建築就出現在了朝鮮的郵票上。整體來說呢，朝鮮為了籌備1989年的這個青年學生節，幾年之內投入了大約40-5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年度政府預算的1/4。可是呢，到了青年學生節馬上就要舉辦的時候，這座雄心勃勃的大樓並沒能如期完工。這個笑話鬧得有點大，全世界有177個國家，大概2萬多人來到平壤參加這場盛會，其中還有100個美國人。這是北朝鮮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參與活動。柳京飯店沒蓋好，成了當時的一個遺憾，但是有關它的故事並沒完。說這個節慶結束以後，朝鮮官方把這個工期順延到第一任領袖金日成80歲誕辰，也就是1992年。說2年時間蓋不好，那5年總行了吧？巧了，這回剛好趕上北朝鮮經濟崩潰，整個國家迅速陷入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當中。1991年，蘇聯解體了，長期以來呢，作為朝鮮最重要的援助和貿易夥伴，突然間消失了。這麼個歷史事件，導致朝鮮的經濟直線下滑。到1992年的時候，柳京飯店的主體已經完成，330米的骨架也已經蓋好，但是經濟惡化迫使工程停擺，只留下一個龐大的混凝土外殼，沒有窗戶，沒有內裝。這棟大樓從此就成了朝鮮的一個特別符號，也成了朝鮮領導人的一樁心病。當時的日本媒體估計說，朝鮮政府為了修建柳京飯店，前後花費了大約7.5億美元，約等於當時全國 GDP 的2%。柳京飯店沒有成為朝鮮領導人原本期望的首都亮點或者世界最高飯店，反而長期淪為廢棄的大樓，數十年來被視為全球最高的爛尾工程。它成了朝鮮經濟困境的巨大象徵。雖然完工的樣貌一度出現在郵票上，但是只要是官方發布的平壤照片，全都選擇把它從畫面中移除。官方印制的那個平壤地圖，甚至把這棟建築直接刪去，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樣。直到2008年，情況才出現轉機。一家埃及的建築公司和朝鮮政府達成協議，柳京飯店的建築工作又一次開動起來。當時的朝鮮呢，已經是新一代領導人金正恩掌權了，在他的規劃下，目標是趕在金日成100歲誕辰，也就是2012年完工。到了2011年中，這個飯店的外立面終於換上了玻璃帷幕。到2012年底，這棟大樓的內部結構流傳出來。
從它的飯店大廳來看，仍然是空空蕩蕩，沒有電梯、管線，沒有任何內裝。外觀呢，終於被玻璃遮掩了，裡面卻仍是一個空殼。2012年11月，德國高端飯店管理公司凱賓斯基宣布將要承接柳京飯店的經營工作。但是轉回頭2013年，在朝鮮成功進行了第3次核試以後，半島局勢急速升高，在平壤經營大型飯店變得極具風險。凱賓斯基呢就這樣因而撤出了，飯店工程再度停擺。到2018年，這棟建了30年的建築仍然荒廢着。朝鮮政府決定改變策略，他們把整棟大樓改造成巨型電子宣傳看板，大樓的一整面被巨大的 LED 屏幕覆蓋，播放宣傳動畫、影片以及飄揚的國旗。夜晚在天際線上是格外醒目，堪稱全球最大型的 LED 廣告牌。直到現在從動工開始算起，已經接近40年。柳京飯店實際上仍然處於閒置狀態，儘管依然是北朝鮮第一高樓，可是卻沒有接待過一位住客。所以呢，國際媒體給它起了個特別稱號，叫做北韓木爾飯店。北朝鮮的柳京飯店並不是唯一一個被荒廢的失敗旅遊計劃。從1998年開始，朝鮮政府特別允許南韓的遊客可以前往邊界附近以金剛山為中心的一小片區域。這個地兒逐步被南北兩國的開發商聯合規劃發展成山海並陸的度假區。到2002年，朝鮮還從江原道劃出一塊專屬行政區域，命名為金剛山旅遊特區。這個事兒在最開始南韓的遊客是通過坐船抵達這個特別觀光區。後來呢，開闢了陸上通道以後，就開始改用車輛輸送，遊客人數也隨着大幅增加。據說到2005年，累計遊客數已經突破100萬人次。需要注意的是這條專屬通道需要穿過邊境線，邊境上有軍事管制區。這事兒後來問題就出在了管制區。負責開發金剛山度假區的南韓公司是现代集团旗下的一家分支運營機構。他們在金剛山呢興建了酒店、滑雪場、高爾夫球場，還有一個最具話題性的全球首創的漂浮酒店，作為度假區的旗艦招牌設施。這個漂浮酒店本身就是一段極為離奇的故事。它在這個時期正式的名稱叫做海金剛酒店。它最早是澳大利亞一對父子開發商的創意。1988年在澳大利亞大堡礁開業營運。酒店的建築有7層樓那麼高，包括客房、夜場、酒吧、餐廳，還有直升機停機坪和網球場。酒店的这個建造成本是4500萬美金，換算成今天的同等購買力，大概得超過1億美金了。重金打造，獨一無二，放眼全世界就這麼一家。它原本的定位呢是潛水和浮潛基地，可是很快遭遇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問題，讓這家酒店不到1年就陷入財務困境。首先是交通不便，往返只能坐船或者直升飛機。但是天氣變化無常，刮風下雨誰也攔不住。天氣稍微惡劣一點，遊客們就會被迫滯留在酒店。再有呢，就是設施比較單調，除了潛水沒別的可以選擇。遊客們呢很快就開始覺得無聊。還有就是這個漂浮酒店停的不是地兒，原本不知道，後來在附近呢發現了2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大型彈藥庫，遊客們從此就更是望而卻步。1988年開業，1989年就經營不下去，被賣給了越南一家公司。越南的人們把這個漂浮酒店拖到了胡志明市，改名叫西貢漂浮酒店。最開始幾年經營的還挺成功，後來慢慢不行了。到1998年再次出現財務問題，這個西貢漂浮酒店被迫停業。同一時期南韓、北韓共同開發金剛山旅遊區。那個现代集團呢，聽說了這個漂浮酒店在越南已經漂不下去了，於是遠赴越南，花了大約1800萬美元給買了下來。先是拖到新加坡整修，之後再拖到金剛山，漂浮酒店呢
從此改名海金剛，開始了他的第3段也是最為詭異的開門營業的生涯。長期以來啊，金剛山度假區那是相當的名聲在外，可以不負責任的說，這是朝鮮迄今為止運作的最成功的旅遊創收計劃。從1998年到2008年，近10年，累計約有200萬名南韓遊客造訪金剛山，留下足跡與回憶。我們以為這個數據已經很好了，其實呢，遠遠沒有達到預期。他們當初立下的目標是6年達到4900萬人次。儘管沒有達成所願，但仍然是一大筆收入。在度假區內呢，嚴禁使用本國貨幣，遊客只能用美元或者人民幣，因此大量的外匯流入朝鮮。一切看似美好且順利，好像整個半島啊，都因為這一條小通道變得溫暖平和起來了。直到2008年7月，形勢突然逆轉。一名53歲的南韓朴姓女遊客在金剛山度假區遭遇了一名北韓士兵，他们說着共同的語言，心中卻有着不同的信仰。兩人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個士兵啊連開2槍，南韓女遊客當場斃命。按照朝鮮方面的說法，是說女遊客朴某啊擅自離開度假區，貿然闖入軍事禁區，並且無視多次警告，在逃跑過程中遭到射擊。南韓方面要求就事件進行聯合調查，但是遭到朝鮮的拒絕。事後啊，南韓對朴女士進行了屍檢，根據法醫的檢驗結果顯示，她在被射殺的時候，要麼是站着不動的狀態，要麼只是緩慢行走。這一點和朝鮮給出的解釋呢產生矛盾。這起事件再次激化了朝韓關係，金剛山旅遊區塌了房。南韓隨即宣布暫停所有前往金剛山的旅遊。幾年後的2010年，朝鮮開始沒收並且國有化韓國現代集團在金剛山的財產，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官方給出的說法是南韓單方面暫停旅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沒收充公財產是照價索賠。這起事件呢，讓現代損失了數億美元，同時也嚴重打擊了理性投資者對朝鮮投資的意願。從此以後啊，海金剛變成了黑金剛。金剛山旅遊區的大部分建築從2022年起被陸續拆除，其中就包括那座從澳洲遠赴越南，又從越南被拖到朝鮮的漂浮酒店。到了2024年，朝鮮更是廢止了金剛山旅游特區，將整個地區恢復併入原本的江原道，回歸到1998年之前的行政區劃。種種跡象表明，允許大量南韓遊客來訪的嘗試恐怕已經走到盡頭了。 예술적 기량과 문화성이 요구되었습니다. 행사 기간 불리한 날씨가 지속되었지만 그런 속에서도 모두가 너무도 완벽하게, 너무도 훌륭하게 자기 몫을 수행해 주었습니다. 모든 행사들이 전체적인 면모에서 뿐 아니라 매 세부에서도 우리 국가의 문명성과 강대성을 보여주는데 유감이 없었습니다. 참으로 모두의 하나 같은 마음과 수고, 헌신에 의하여 우리의 명절은 빛나게 경축되었으며总体而言啊，在金氏家族的前2代金日成與金正日的統治時期，朝鮮對旅遊的發展一直是比較緩慢且零散的。2011年，金正日去世以後，金正恩接掌政權，3代人在統治上各有千秋。金正恩在上台2年以後，提出了一個並進的政策，主張同時發展核武器和經濟建設。旅遊業受到國際制裁影響比較少，於是呢，金正恩決定重新把旅遊作為取得外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在整個2010年代，金正恩批准了多項大型的觀光工程，包括新機場、溜冰與遊樂園、平壤的新海豚館、楊德溫泉文化休閒中心，以及朝鮮目前唯一公開的設施豪華的馬西嶺滑雪場。有專家說呀，說金正恩少年時期在瑞士度過，所以效仿那裡建了這個滑雪勝地。在所有的規劃中，最宏大的是2014年開始興建的元山葛麻海濱度假城，
原計劃是2019年開幕，結果呢同樣一波三折，最終在2025年竣工對外開放。綜合來看，自金正恩掌權以來，據信已經投入大約78億美元用於整修旅館和新建觀光設施。對朝鮮而言，這是一筆十分驚人的投資。在新冠疫情全面爆發之前這套以觀光為核心的策略確實開始顯示成效，主要吸引的是快速成長的中國觀光客市場。2014年，約有10萬名遊客入境朝鮮，其中95%以上都是中國人。根據韓國海洋水產開發院的估算，2014年這10萬名遊客為朝鮮帶來了大約4400萬美元的旅遊收入。2015、2016、2017年的这個訪客數和收入也大致維持在相近水準。到2018年，金正恩嘗試向川普政府與南韓示好，而且呢，中國方面放寬了限制，朝鮮的訪客人數在短期內突然暴增。估計2018年約有20萬名遊客，而2019年僅中國遊客就創下至少35萬人的歷史新高。這些遊客為北朝鮮帶來大約1.75億美元的收入。在那段時間呢，雖然來訪的西方遊客很少，但不代表完全沒有。入境朝鮮的時候，遊客攜帶的所有物品都會被嚴格審查，比如手機、平板、電腦、相機，一入境就會被朝鮮海關攔下仔細檢查，說裡面有照片、有視頻的，他們會一張張的翻看。凡是和韓國相關的影視作品，任何宗教相關內容、色情的、反動的，以及所有被認定為敏感或者不當的資料，要麼當場刪除，要麼把人勸返。任何批評金氏家族或者朝鮮政府的，任何西方印刷的關於朝鮮的書籍，包括朝鮮、南韓、日本旅遊指南，全部嚴禁帶入。一旦抵達朝鮮，消費方式也和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由於國際金融制裁的壓力，信用卡、手機支付這種方式是根本用不了的，沒有網絡，沒有手機信號，沒有提款機，所以呢，必須提前帶好要用的現金。說我帶了錢到那兒去兌換朝鮮貨幣，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朝鮮禁止所有遊客使用本國貨幣，所有的來訪者只被允許以外幣消費，比如歐元、美金或者人民幣。到了首都平壤以後，通常會被分配一名專屬的朝鮮導遊，全程陪同你的行程，只帶你去規定可以去的地方，看規定可以看的景點。他們的工作也包括確保你在這個訪問期間不會有任何的越軌行為。朝鮮政府對擾亂秩序的行為容忍度極低，說我去找朝鮮老百姓聊聊天，探訪一下他們現在生活的狀態，這是絕對不可以的。擅自離隊未經許可亂走亂看，或者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拍攝某些地區，很可能會被當作從事情報間諜活動，而且常常會遭到處罰。要拍照或者錄像，必須先向導遊申請，得到明確許可才可以，要不然就可能會被當成間諜。所有的金家或者是有關的政治符號，嚴禁表現輕蔑和冒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多年以來有許多駭人聽聞的案例。這位呢叫埃文·亨奇克，美國公民，基督教傳教士。1996年的夏天，在中國靠近朝鮮邊境和朋友喝酒，被人慫恿以後，游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到了對岸立即就被逮捕，最終呢被以間諜罪起訴，拘押了3個月以後，通過協商獲釋，回到美國不到1個月自殺身亡。2010年1月，又一名美國傳教士艾賈龍·戈麥斯，據說是抱着到朝鮮傳教的目的，先從南韓穿越非軍事區，發現走不通以後，於是飛到中國延吉，再前往和朝鮮隔河相望的圖門市，趁着這個河面結冰的時候，直接步行過去，結果被朝鮮邊防逮捕。後來呢，被判處8年苦役，最終由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出面，飛往朝鮮進行談判，這才在他被拘押將近8個月以後，將其成功救回。但是因為在押期間遭受重度創傷壓力，在獲釋7年以後，戈麥斯不幸的自殺死去了。這位老兄呢，
叫傑弗里·愛德華·福爾。2014年5月，美國人福爾以觀光身份造訪朝鮮，期間在某個廁所故意留下一本朝鮮語聖經，他以為這沒什麼，實際上呢，違反了朝鮮嚴禁傳教的規定。工作人員發現以後通報當局，福爾到了平壤國際機場，在準備和旅行團離境的時候遭到逮捕，關了5個月，最終由瑞典大使館出面協商獲釋。接着就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也是最為悲慘的一個案例。2015年底，21歲的美國大學生奧托·溫比爾原本是打算前往香港參加交換學生計劃，但是在出發前呢，他決定預定一次前往朝鮮的跨年旅行。很快呢，溫比爾和另外10名美國公民從北京飛往平壤，乘坐朝鮮國營航空班機參加為期5天的平壤旅行活動。然而啊，在跨年夜的深夜，这個喝了酒的溫比爾脫離導遊，悄悄來到所在酒店的2樓。這個2樓呢是個禁區，牆上掛着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的畫像。這小伙一看這畫像挺好，就準備帶回家作為紀念品。把畫像取下來，發現尺寸太大，沒法裝進行李，他就把這個畫像放到了地板上。等到第2天，酒店的工作人員進入溫比爾的房間，發現領袖的畫像被損壞並丟在地上，他們將此解釋為一次蓄意的顛覆行為，並認為這個溫比爾是故意把畫像撕下來了。隨後的1月2日，當溫比爾和他的旅遊團在平壤機場準備返回北京的時候，朝鮮警方走到近前，拍了拍溫比爾的肩膀，然後就把他帶走了。朝鮮方面隨後表示說美國遊客溫比爾因為對國家進行敵對行為而被拘留。幾周以後，溫比爾出現在一場記者會上，讀出了事先準備好的聲明，承認自己在家鄉的美國某個教會的指使下，想要從酒店偷走這張畫像，並且真誠地請求原諒。For your forgiveness. Please, I have made the worst mistake of my life. 轉眼過去了1年多，在2017年3月，經過一次短暫的公開審判，朝鮮法院判定溫比爾犯有顛覆罪，判處勞改，服刑15年。儘管他曾經懇求寬恕，但是朝鮮並沒有輕易放了他。美國政府方面呢，積極介入，請求讓他獲得釋放。最終在監禁了17個月以後，溫比爾被放回美國。放了可是放了，去的時候好好的，再回來已經是植物人的狀態。2017年6月13日，溫比爾在昏迷狀態下獲釋返美，隨後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但是始終沒有恢復意識，幾天以後去世，年僅22歲。朝鮮給出的說法是說他在判刑以後感染了肉毒桿菌，因為服用安眠藥陷入昏迷。那麼美國的醫療團隊呢，在檢查以後排除了肉毒桿菌中毒的可能，他們的診斷結果是溫比爾患有嚴重的缺氧缺血性腦病變，也就是大腦因為長期的缺氧缺血而受損了。由於家屬要求沒有進行全面的屍檢，驗屍官的報告把死因歸結為不明原因導致的慢性缺氧缺血性腦病變併發症。這個事兒發生以後，美國發布旅遊禁令，禁止美國公民前往朝鮮。這條禁令至今仍然有效。조선노동당 만세가 성대히 진행됐습니다. 대회가 진행될 5월 1일 경기장에는 가장 간과하고 시련에 찬 조선혁명을 오직 승리의 한 길로 인도하며 우리 국가의 불멸할 존의와 명예, 영성을 역사의 거봉에 떠올린 조선노동당의 영광스러운 80성상에 드리는 인민의 다함없는 축원의 마음이 뜨겁게 넘쳐 흐르고 있었습니다.新冠疫情出現以前，朝鮮的孤立傾向已經越來越明顯。隨着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他們對外國遊客的策略也在調整。而在疫情爆發以後，朝鮮全面封閉邊界，到了2022年，他們開始着手準備重啟
旅游創匯計劃。金正恩呢親自視察了長期荒廢位於朝韓邊境的金剛山旅遊區，對園區破壞的狀況大加抨擊，並且下令拆除漂浮酒店，要求以更現代化的設施取代。但是到目前為止，從已經曝光的衛星影像來看，一直沒有大規模的動工跡象。同一時間呢，位於元山的海濱度假區開始恢復施工。總的看來啊，朝鮮的旅遊業在最近幾年已經嚴重受挫。但是誰也沒想到，這扇窗關閉了，另一扇有利可圖的大門正在悄然打開。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事，讓俄軍對武器、彈藥和人力的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這場戰爭呢，無形之中為朝鮮創造了巨大的商機。2019年呀，朝鮮通過中國遊客獲得了大約1.75億美元的收入，創下歷史高點。但是從2023年開始，根據國際媒體的大量分析報道，朝鮮通過不同形式向俄羅斯出售火炮、彈藥、導彈以及其他軍需用品，保守估計獲利可能高達55億美元，這筆收入相當於朝鮮全年 GDP 的1/5，遠超旅遊收益。這個形勢呢，在2024年進一步升級，朝鮮開始派遣數千名士兵前往俄烏戰場參戰。這些僱傭兵啊，據估算每年可以給朝鮮帶來大約5.72億美元的收入，這一筆呢，同樣遠超以往旅遊帶來的收益。當然，除了真金白銀以外，俄羅斯還以多種形式回饋朝鮮，比如共享軍事技術、協助導彈計劃，在聯合國為朝鮮辯護並投票反對新一輪制裁，甚至在2024年簽署了新的軍事同盟條約，法律上約束俄羅斯在外敵入侵的時候呢，對朝鮮提供軍事援助。基於這些雙邊利益，即便朝鮮對大多數國家仍然閉門謝客，但是唯獨允許俄羅斯遊客入境，在地緣政治上這種情況也就變得十分合理了。與此同時呢，朝鮮也在嘗試着再次接納西方遊客。開頭提到的那13個人的小型旅遊團就是這種情況，可是他們隨後很快又終止了這種實驗性的旅遊計劃。主要的顧慮有2個，這是疫情前比較少遇到的情況。一個呢，是社群媒體的威力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疫情之前，現在是任何人都能拿起手機拍下畫面上傳到網上，就有可能觸及大量的觀眾。尤其是西方人进入朝鮮拍片，這種比較稀缺的內容很容易一條視頻就爆火。過去呢，朝鮮是一直擔心記者們偽裝成旅客，帶着專業的器材入境，但是在短視頻和手機普及的時代呢，幾乎人人都有機會變身成為記者。還是開頭提到那13位游客，後來呢，有人在油管上獲得了巨大的流量，這就是名聲。有的頻道呢，在極短時間內獲得上百萬、上千萬甚至数千萬的觀看次数，這就讓朝鮮對公開且難以管控的影像傳播風險變得格外敏感，因此呢，迅速收手，叫停或者收斂了對外開放的腳步。另一個讓朝鮮憂心的問題是外國遊客是把双刃劍，他們能夠帶來收入不假，同時呢，也存在極大風險。什麼風險呢？就是敏感消息和外界的知識會隨着遊客到來傳入朝鮮國內，這是朝鮮政府特別忌諱的。尤其是關於朝鮮參與俄烏戰事，到目前為止根據烏克蘭、韓國、英國情報機構的評估，朝鮮士兵的傷亡數字在數百人到數千人不等。但是朝鮮在國內的宣傳呢，是把這場衝突塑造成了一場對抗西方威脅的神聖戰爭。根據多方的情報和朝鮮俘虜的口供，很多被派到戰場的士兵和家屬事先並不知道他們会被派到歐洲戰場，有的甚至被騙，以為會去對抗南韓軍隊。還有的報道說呢，說這些士兵被上級要求寧可自盡也不能被活捉。關鍵的信息和真實的傷亡數據被隱瞞、被封鎖。如果有西方或者是其他非俄國的遊客將這些消息帶回並散播於国內，對朝鮮政權而言，這種危害要遠勝於任何傳染病的風險。還是那13位遊客的例子，其中有這麼一位老兄，
在到訪朝俄友誼館的時候呢，被邀請在访客留言册上留言。这哥们兒写下了一句“願世界和平”，就是這樣一句看似无害的祝福，卻激怒了他的朝訪導遊，並引發不滿。後來這哥們兒自己分析說，這可能是對方認為他在影射當前局勢，或者朝鮮當局對自己參與俄烏戰事以及造成傷亡的這種情況極度敏感，不希望出現任何形式的暗示和言論。或許正是這起事件或者其他類似情況，讓朝鮮當局認定眼下讓西方遊客進來所冒的風險要遠遠大於旅遊業帶來的微薄收益。尤其是相比目前朝鮮靠着支持俄羅斯的戰士所獲得的龐大利益，朝鮮向俄羅斯輸送的這個士兵和物資越多，就越需要對國內隱瞞。儘管已經投入數十億美元升級國內旅遊設施，只要俄烏戰事持續，朝鮮能夠持續從中大把賺錢，他們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內重新對外大規模的開放國門。好了，今天的故事咱們就說這麼多。如果喜歡這裡呢，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本節目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